弯，选择了中间偏外的保守路线，避开弯心拥堵区。华夏车手苏晴，第一弯依然选择了安全路线。和前3站的生测相比，这一场他的起步松弛了很多，不是慢，是有把握。苏晴的走线和前几场完全不同，紧凑从容，一直咬着领先集团的后段，他完全跟得上。抓住此刻！第12弯外线超2台，苏晴现在的位置是第4。苏晴选手进步的不可置信，晴姐太牛了，女王，完全女王！各位观众，现在排在第3名的是华夏国车手苏晴，这是华夏国赛车在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上从未到达过的位置。只要守住最后几个弯和那条长直路，历史就在眼前。华夏队将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2选1吧。陈总，这是什么意思？国外的发动机套个漂亮点的外壳，利润就能翻3倍。咱们原有的那点研发底子够用了，现在应该大量抢占市场份额，扩展公司业务。所以你今天把字签了，停掉那个烧钱的自主研发，你就还是身家过亿的创始人张宇。现在公司要的是稳步发展，没闲钱陪你搞自主研发那个无底洞。陈总，我14岁就在湘西大山里当学徒，大雪天手动的裂口子泡在柴油里洗零件，那滋味你尝过吗？我张宇满身油污渍，起早贪黑10几年，不是为了今天展出一台换壳的工业垃圾去骗咱们中国人的钱。就你有理想，就你有情怀，情怀能当饭吃吗？张宇，你清醒一点，公司得要赚钱啊！况且你没学历，没有国外的技术，你拿什么造大排量？拿你那点可怜的信仰吗？对，就凭我自己。就凭我的信仰，如果没有自己的心脏，这车就是个没灵魂的躯壳，只能被卡着脖子跪着走路。中国人必须站着把车骑出去。给脸不要脸，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不服从资方决议，你就净身出户。张宇，我倒是想看看，离开了飞跃的钱，飞跃的流水线，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去造你那个宝贝发动机？当车手拿的成绩有限，但造车能走的路很长，这条路现在看来注定要我一个人走了。但做自己热爱的事，老子不怕孤独。道不同，不相为谋。飞跃这块牌子归你了，但造车的魂在我的骨头里，我带走了。张宇，离开这扇门，你什么都不是。我倒要看看。宇哥，我在门外看着你签字了，你真就这么走了？这飞跃是你10年的心血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熬的夜，画的图，真就这么全扔了？老胖，还记得咱们小时候不？10岁那年，我住的土坯房顶上的窟窿比外头的雨还大。我这辈子生来就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大不了就当回到10岁当年那个雨天，有什么好怕的？你俩要干啥？陈总让我们来的。宇哥，咱们走。走吧。老伙计，我来了。张先生，陈总吩咐过了，您离开可以，但公司里的东西您一样都不能带走。张先生，您别让我们难做。起开，别让我说第2遍。滚一边子去！这车是老子19岁在湘西修了整整1年的车，攒了8000块钱才买到手的。那时候你所谓的陈总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可是，这是老子自己买的车，带走它天经地义，谁敢再拦我？起开，起开！没眼力劲儿。19岁那年，我骑着它摔了无数次泥坑，追记者车追了100多公里的泥巴路。今天它还是我的，谁也拿不走。不错啊，保车未老啊。那么，开始吧。你冒雨追了我们100公里，摔得一身是泥，上电视就这么重要吗？
上电视不重要，让车队看到我，让我进车队才重要。那要是失败了呢？年轻时不拼，老了一定会后悔。只要尽力了，就算失败了，老了也不后悔。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会更精彩。19岁，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热血，只有对机车的热爱。今天，我一样无所畏惧，我一样输得起。他还是那个张宇。哎，不是，宇哥，我还没上车呢。笑什么笑？宇哥，这地方咱们得有10多年没回来了。是啊，10多年了。10年前我们在这儿饿不死，10年后也一样。我来。我的娘啊！这地方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您好，外卖到了。这地方真难找啊！谢谢啊，宇哥，先吃点饭吧，折腾一天了。怎么了？还不吃？宇哥，趁你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打了一圈电话，全国稍微上点规模的机甲厂我都打了，但重庆三江精工我打了3次，一听是我直接挂。成都一家老板娘接的，说陈卓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谁接月月的单子就是跟月月过不去。广东那边也是，连浙江一个小厂，我托老关系去问，人家回了一句：“陈总放话了，全行业封杀张宇，全部都被陈卓打了招呼，现在没人愿意接咱们的单子。”意料之中，陈卓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就喜欢搞这些自以为是的资本手段，以强压弱。但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咱们现在1没钱2没厂房3没人，连图纸也都在飞跃的保险柜里，宇哥，咱们拿什么造啊？谁说图纸都在飞跃？宇哥，你这是？很久之前我就察觉陈卓这人靠不住。这5年，我白天管公司，晚上就在这里。哦。宇哥，这是图本。这里面不光是一份图纸，更是我的命。这台发动机的结构，我参考了60、70年代4大厂的经典设计，但是气道、图轮轴、燃烧室全部重新计算过，每一个参数都亲手算过至少3遍。陈卓要卖核心技术的那个晚上，我连夜把这份图纸从飞跃的服务器里删干净，只留了这一份。宇哥，我算是明白了，你半年前就开始留后手了。图纸在脑子里，热爱在骨子里。买不到零件，我们就去废品站淘；没有流水线，我们就用土办法手搓。哪怕在这漏雨的土房里，我也要造出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大排量。行了，这下能放点心了吧？快去吃。宇哥，上哪儿找能扛12000转的曲轴钢？这地方都是废铁。航空发动机退役后回炉，有时候没走正规渠道就流到这种地方。这地方这么多废铁，咱们怎么找啊？跟大海捞针一样。从废铁找到能发光的，是我14岁学的第一课。奶奶的，又要打屁股针了。哎呦我操！宇哥，这块冰钢行不行？我掂了一下，挺沉的，密度不够，上了万转，直接爆缸。咱们都翻了3个小时了。涡喷发动机的涡轮盘客体
上品，退役的，足够了。老胖，快过来！老板在哪儿？我坐在这儿看你俩翻了一上午了，穷酸成这副样子，是想找到金子吗？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那个退役的 Open Circuit 怎么卖？你还认货？航空发动机上拆的，本来送到我这儿是要熔了炼铁的。废品价500块，5万块，少一分不卖。5万你抢劫啊？就一块破铁？破铁，你再去其他店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第2块。退役军品，正常渠道你碰都碰不到。5万拿不出就带走，拿不出别耽误老子喝茶，赶紧走。是。宇哥，咱们现在哪有钱啊？宇哥，那是你全国冠军的表，不能给啊！10年前全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250cc 组冠军，那真是段好时光啊！这块表盘是金的，压在这，这钢我要了。你这样子，你还是个车手。这钢我要了。成吧，那钢自己拿吧。宇哥，这车床是你10年前买的2手货，精度还够吗？机器不够，双手来凑。开始吧。好。国外用5轴联动数控骑床，精度可以到头发丝的1/20，我没有射控，只能靠这双手。5万块呀，宇哥稳住。终于结束了，紧张死我了。宇哥，成了，真的成了，咱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宇哥，咱们今天真的要点吗？这可是咱们搓了整整1个月，把老底儿全搭进去才弄出来的原型机。万一爆了，咱们短期内很难整出来第2台了。爆了就检查原因，哪爆了哪就重做，重做不行就再重做，半年不行就1年，1年不行就3年。况且，我觉得你没那么脆弱。点火。起来，起来！我们的发动机燃起来啊，宝贝儿！停了，我怎么感完了？是不是油路没对上，还是证实错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这里？节气门开度差1度，混合气浓度就偏3%，3%够让火花塞淹死在汽油里。再点，还点？点。什么情况啊？宇哥还是不行。缸盖是热的，虽然没有点火，但摩擦产生的热量已经让金属微微发热。宇哥，你手。给我醒过来！醒过来！成了！我操，成了！
做成了。总有一天，我会向世界证明，中国的机车也能用上自己的发动机，而且不比国外那些差。哈哈哈哈！这些天没白熬啊，宇哥。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宇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咱们的造车计划有希望了。本来就有很大希望。嘿嘿。宇哥，咱们账上没钱了，还剩多少？还够再买1个礼拜盒饭。发动机是跑起来了，但离装车还差得远。车架要焊，减震要调 ，ECU 要写，哪样不要钱？原型机能跑，但不能光在这架子上抖，是骡子是马，得上路跑一跑。上哪儿跑？赛道包场一天好几千，咱们连油费都快加不起了。不用包场，有个地方不但不收你场地费，赢了他还给你钱。你说的是地下赛车局？宇哥，那地方不要命的，你也知道。那些人改装车上路跑山，业余车手居多，有些人开急眼了真坑你，还有人压桩开盘子。咱们是正经造车的，不是亡命徒。老胖，你不用担心，我有数。咱们主要目的是测试，能赢钱最好，不能的话，我也不会跟那些人硬拼的。咱们这辆车虽然丑了点，但都是咱们自己制造的，油箱是我们自己敲的，后摇臂是废钢管焊的，连刹车卡钳都是拆了3台报废车拼出来的。丑并不耽误它跑，车架重心比量产车低3公分，后摇臂加长了15毫米，这台车过弯的时候能咬得住地面。咱们现在缺的是测试数据。地下赛车局每周5跑山，赛道就是盘山公路，坝卡湾一个接一个，那是最真实的情况。赢一场1万块，要是能赢钱，也够我们把剩下的活干完。而且我们的车还没装壳子，到时候也不用上展厅，先上路拿数据。车子还没测试过，万一出什么问题你咋办？那就只能开赌了。宇哥，你真是疯了！不疯魔不成活嘛，你别担心了，好歹我也是国。哎，你这车不错啊，找谁改的？车不错，有什么用？也没有美女投入我怀抱啊！你就酸吧。好多年没来了，这里的人估计都换了一批了。咱们这车跟人家比，卖相确实差点横。哟，这啥？废品站拉过来的？你还说什么呢？你是哪个？以前没见过你。张宇，来拿奖金。有意思。我是攒局的，规矩知道不？盘山路上飙车，从这儿到山顶观景台再折回来，画家湾11个，最快的回来，最快回来的就能拿奖金，加上参赛费全归你。摔了残了自己受着，我这里不签生死状，但规矩都门清。刚才我数了一下，今晚跑山的公路赛有7、8辆，最大对手是那辆进口机车，改了涡轮，直线估计凶得很。直线凶不顶事，11个发卡弯，它每个弯都要减速到红线以下，我们不用。重进第一个。你这车不会骑着散架了吧？哈哈，要是边骑边爆装备就搞笑了。开跑！这是第一个发卡弯，我不能减速。到弯道了，我得保持重心低3公分。车的后摇臂长了15毫米，这个角度别的车做不到，就是我赢的底气。我就知道你在弯中不敢压到极限，因为你的车架太软，后轮估计已经开始发飘了。这次我要从外侧切入，再狠点。现在位置还在中游，他们减速甩尾掉头，那我就用最小的角度切进去，掉头不减速。我的车身在弯道中比他们的车更稳，能压得更低。他们在弯前需要刹车减速，我只用松一点油门，让发动机自侧，靠车身重心的下沉就能把入弯轨迹压到最短。3个了，2个了。最后一个弯，他在内侧，我在外侧。内侧弯心有碎石，他知道，所以他不敢压到最大。果然，他收了一点油门，车身往内线偏了一点，但又不敢完全压下去。我要从外线切回来，做到比山田少1个车身的过弯距离。时候到了，最后一段直道。冲啊！垃圾车真不是垃圾！
废铁堆里搞出来的车，把涡轮山田都拉爆了。这车过弯比我快，不是动力的事儿，它敢压，我那个车压不下去，而且直线也快。你用的什么车？我居然不认识。国产的，我们自己造的。可以啊，牛逼克拉斯，下次来我给你重新组织比赛。数一下，够不够买钛合金气门的？不够的话，下周再来跑一趟；够的话，明天就去订货。苏晴，开门！老子知道你在家。别装死，姑奶奶！我从山下骑上来，那盘山公路上差点被一辆红光别沟里。又吃外卖？你冰箱里的菜是不是长了绿毛了？你来干嘛？上周五，盘山公路出了个奇人，想知道是什么奇人吗？别卖关子，有话快说。好，好，好，你是我姑奶奶。有个人开了一辆车过来，你猜那车长什么样？就这玩意儿，排气是自己弯的铁管，后摇梁焊得跟凤针似的，连喷漆都没上。跑得怎么样？你猜。切了涡轮山田，最后那个发卡弯走外线。你也是专业车手，你该懂走外线的含金量吧？外侧弧度更长，圆心力更大，一般人走不来。他压下去了，膝盖护具磨得冒火星。后轮从头到尾没发飘，最后反超山田一个车身过了线，我站那儿看着他过的终点线，计时器上那个圈速，我跟你说那条路跑了不下50场，没见人跑这么快过。车是他们自己造的，发动机自己做的，车架自己焊的，连刹车卡钿都是拼的。自己造的？一个叫张宇的带了个胖子，俩人蹲在某个破厂房里手搓出来的。张宇自己就是车手，跑过全国赛。怎么，你认识？他们下周五还来，你要不要来观战？不去。观战？我站在人群里，看别人压弯，看别人冲线，老娘就没当过旁观者。你那事儿都过去2年了，你不能一直这样。每天吃外卖看回放，跟自己傲到死。你说他们下周五还来？怎么？我不观战。我也要参赛。你要参赛？2年没碰车了，他说不定会比我快。苏晴要跑山了，我操！苏晴要跑山了。哎，快看快看，就是那个车！这就是上周直线生吃山田的那个。看起来这么破。宇哥，今晚人比上次多了1倍。阿坤还真给你攒局了。人多，奖金就多。又来了，今晚可不光我一个。那家伙上周没来，跑过川藏线拉力赛。不要命的主，多谢提醒。哎，来了，跟你说个事儿。这女的谁呀？气场不太对。介绍一下，苏晴，前职业车手，跑过全国锦标赛，拿过女子组年度积分第2。今晚他也参赛，全国积分第2，厉害！冲线了，冲过了终点线，张宇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冠军，冠军，冠军！你就是张宇？是。上周你切了那辆山田，走的外线。上次你赢了他们，这次看能不能赢了我吧。那试试。行了行了。都别杵着了！规矩不重复了。折返山顶观景台，最快回来的拿钱。
路段已经封闭了，摔了有救护车，但是要记得自己买保险。改装件的几何角度是职业级的，不是业余玩家能调出来的。2年没跑了，手没抖。来吧，久违的比赛。要赢他，得在弯道解决。他的入弯点比我早半个车身，出弯油门开度更大。他每个弯的刹车点都比当前路况早了一点点。他不是不知道，好像是不敢改。迪卡读没稳住，速度掉了。好机会！苏晴胜利了。入弯点选在内线吧，身体压低，姿态要放轻松。又是这样，松油门才能让后轮恢复抓地力。车身稳定住了，但出弯速度掉了，打滑了。那些碎石子我也看到了。但我选择走外线，虽然弧度更长，但路面干净。咋了，宇哥？没什么。又是这样。第5个弯和最后一个弯，你的刹车点都比2年前早了一点点。你怕碾到同样的石子，怕后轮再打滑，你改了自己的节奏，但改得不够，到最后还是踩到了。你怎么知道我2年前摔过？凑巧看过比赛。你看过那场比赛？看过。你摔的那个弯，路梁上有松碎的沥青渣。今天最后一个弯道边上那些碎石子，你应该是进弯前就看到了，然后怕了。走，回去订零件。张宇，你们造车缺车手吗？你们造车等车造好了，总要有人骑。我现在没什么地方去。我们那漏雨。挺好的，至少有引擎声。今天的比赛，晴姐歇会儿吧，你都擦3遍了，都快擦出花来了。钛合金排副头段第一次跑会变色，不擦干净看不出来变色的位置。宇哥，瞧瞧，晴姐跟你一个德行。怎么说话呢？嘿嘿，老胖，油箱盖的密封圈换了没？换了，浮橡胶的。你那图纸上画了3道杠的玩意儿，我专门跑了一趟橡胶厂，求人家开模。那我今天先试一圈。不抖，从怠速到万转，车架没有红灯点。老胖焊的那几道加强针起作用了。不错，车身稳稳停住，没有甩尾，也没有侧滑。该你了。让我来骑。你本来就是车手，这车造出来不是给我骑的，我负责造车，你负责骑车。来吧，试试。好，我来试试。你们这次不是那辆铁疙瘩了？铁疙瘩外装退休了，这是新造的 820KK。哟，这不是苏晴吗？听说你上周来跑山了，我还不信。苏晴曾经的全国第3，跑到这种野鸡比赛来混奖金？2年不露面，一露面就骑这种看着像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你说什么？没必要掰扯，比赛见真章。张宇，哦，你就是当年拿了全国冠军，后来被踢出自己公司那个。你和他倒是绝配，一个失败落魄被雪藏的车手，一个净身出户的倒霉蛋，凑一块儿了。这人叫刘威，仗着家里有钱，嚣张得很，别理他。你叫刘威？你认识我？不认识，
正常来说，能站上领奖台的我都记得，没记住的，要么没跑过决赛，要么没资格跑。这辆车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发动机，曲轴是航空钢手搓的，车架是自己焊的，100公里加速3秒9，过弯极限倾角比量产车大6度。他骑的是日本4大厂随便买一台就能上路的量产车，我们的车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们自己造的，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厉害。秦姐加油啊！手搓的破车，等下看他怎么摔。不急，前10公里不用发力，跟上就行。入弯点选中线偏内侧。他太急了，前10公里就这么跑，这才第2个发卡弯，我要稳住自己的节奏。第3了，苏晴升第3了，稳得很。第5个八甲弯了，上周也是这里。后摇臂加长15毫米，离心力分配到后轮的载荷比原厂多7%。同样的弯道，同样的速度，别人后轮飘的时候，咱们的还能咬住。走中线偏外吧，那里路面干净，没有碎石。宇哥说了，倾斜角度加大，我们的车能咬住，很好，没有失控。出弯速度比上周快了不少。他过了，那个弯他过了。晴姐牛背。今天让你看看，谁才是孬种。后轮要撑不住了，那我来加把火。不是要超车，是要给刘威施压。他怎么跟上来了？上个弯不是还被我甩开？他入弯太急了，就是这一刻切进去，只要轻轻一擦，他走线估计就会散。苏晴第2了，他超了刘威。直到，终于要来了。他在直道上追我，差这么多怎么可能？我操！他直线生吃进口改装机车。宇哥，成了，咱们的车成了。陈总，有个事儿跟张宇有关。他能有什么事儿？是不是又去废品站捡破烂了？不是，他造了一辆车，上周5盘山公路比赛赢了所有人。你看，手搓的破车跑赢几辆改装车有什么了不起？能上牌吗？能量产吗？陈总，圈子里有人说那车用的是国产发动机。他现在在哪儿？还是那个旧厂房，城市边缘的废弃修车厂，他租了好久了。那个厂房的产权是谁的？去查，不管用什么办法，把厂房拿过来，让他连漏雨的地方都没有。张宇在吗？老周，这是怎么回事？张宇啊，对不住，这厂房昨天被人加价买断了，我也没办法。老周，我们在这儿蹲了10年，你说赶就赶。不是我要赶你，新房东放话3天之内必须腾空。新房主姓陈，飞跃机车的陈卓是吧？老胖，苏晴，咱们把东西搬出来，把能用的都搬出来，咱们不能在这坐以待毙。你们这是被抄家了？陈卓把那厂房买了，我们现在连漏雨的地方都没了。搬这儿来吧，院子虽然不大，但先把东西卸下来。人待不住的话，我那屋还能挤一挤。客厅有个旧沙发，苏晴睡屋里，你们俩打地铺。谢了，等找到新地方，马上搬走。
钱快花完了，钛合金排气的尾款还没付 ，ECU 也要重写，现在连厂房都丢了。宇哥，咱们还能在哪儿造车？我刚找到一个有车的地方，又没了。阿坤，在吗？你知道张宇家在哪儿吗？好巧啊，你们都在。你是上周那个找宇哥干嘛？上次在山上是我跑得不够好，我叫方书白。上次比赛后，我回去跟我爸说，有个叫张宇的人在漏雨的厂房里用废铁造了一台发动机，然后在山上赢了3川。我爸叫方国栋，国栋重工是他的。国栋重工，那个全国排名前3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我其实没什么赛车梦，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的办公室里，所以买了3川，周末跑跑山。后来遇到你们，我才知道原来造车不一定需要大工厂。我把那天在山上看到的事跟我爸说了。你们的发动机在直道上赢了改装组3川，你们的车架在发夹弯里稳得让我不敢相信，你们的车手2年前是全国积分第3。我爸说他想投，不是投你这个人，是投你手里那份图纸和发动机。你知道陈卓在全行业封杀我吗？知道，他那点小资本还够不到我们家的齿轮箱。不过我爸有个条件，他要看一次发动机冷启动，在冷库里冻1晚上，拿出来一把点着。他说华夏制造牛逼不是靠嘴喊出来的。我有信心。我爸还让我问你，你那个厂房的事儿，我听说今天被人强收了。国栋在城西有一间闲置的试验车间，不大，但能放车不漏雨。你们要是不嫌弃，可以先搬过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室了。发动机呢？在最里面的冷库，我找个小车给拽出来。就是这台航空钢曲轴的那台。20年前我车间的师傅也这么焊，焊完用锉刀锉平了砂纸打。那时候买不起自动焊机，点火吧。点火。冷启动成功，怠速稳定，油压正常，钢头温度曲线比我们测过的几台进口发动机还平。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投你这台发动机，试验车先随你这个用，钱第一批1000万，不够再加，需要人也随时找我。我不问你什么时候赚钱，就问你一句：这发动机能不能量产？能。宇哥，镜头对着你了，不用紧张，就当平时跑山。我叫张宇，这台车580KK 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们华夏人自己做的，包括发动机。今天我骑给你们看。看到了吗？这就是咱们华夏人自己造的发动机，不是买来的，不是仿的，不是二手货，是自己算自己画。2年没骑车了，是这台车让我决定重新戴上头盔。他们的量产车已经上线了，国栋重工投的钱，为什么没人告诉我？陈总，国栋那边我们的关系够不到，方国栋那个人不吃那一套。新车上市最怕什么？不是卖不动，是不安全。去找人发帖，说他那辆车发动机高速爆缸，说他的车架焊接不牢，过弯散架，说他拿车手的命在赌。陈总，这些没有证据。不需要证据，需要的是有人信。一个人发帖说爆缸，下面找10个人跟帖说我也听说过，我的也是。3天之内，我要全网都知道500RR 和安全隐患这2组词挂在一起。宇哥，预定快5000台了，5000台啊！是啊，几个月的日夜赶工，老胖焊了不知道多少个车架，苏晴在测试赛道上跑了几百圈，都值了。宇哥，你看这个580KK 试车视频造假，内部人士爆料，发动机万转以上必爆缸。这位爆料的内部人士是哪位高人啊？我开自己的车摔的，跟580KK 有什么关系？破车，一群嘚儿懂什么？车架焊接不过关，这帖子用的是我上周试车的照片，拍摄角度是内场，外面的人拿不到这个角度。不是1、2个帖子，10几个论坛同时发帖，标题几乎一样，跟帖的账户全是新注册的。这是有人买水军要搞死我们。陈卓，肯定又是这孙子。说明他怕了，他越是搞这些动作，就说明他越害怕。看来陈老板是真。
预售退了快2000台了，评论区全是问到底安不安全的。我们一个新品牌，本来大家就因为国产发动机观望，现在我做了30年实业，最恨的就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跟你拼技术，不跟你拼产品，就在背后捅刀子。小张，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舍不得钱，但现在是市场信心崩了，消费者不信你这车是安全的，你再怎么解释没用，人家说你拿什么证明，项目可能要停滞一段时间，我们再想办法。可是，那就拿命证明。前100台580KK 一台都不卖，全部送到测试场，找专业试车手，连轴转跑满100万公里，每1公里都直播，每1公里都公开数据，跑到爆缸了就拆开给所有人看，哪爆了，为什么爆，怎么改，跑到散架了就焊好继续跑。另外再加一条，580AK 驾照不满1年不卖。宇哥，这规矩大排量不是玩具，新手骑上去管不住右手，出事就是一条命。车是造给人骑的，不是造给人死的。你知不知道这样搞现金流撑不住？知道，但安全不是解释出来的，是跑出来的。我相信度过这次难关，只要有很多人愿意购买，那么车的好坏他们自己试得出来。行，测试场我出，试车招我找，直播设备我买。小张，我问你，你就不怕跑了一半真出问题？出了问题更好，哪儿弱补哪儿，补好了再跑。100万公里够我们把所有弱点都找出来。目前的里程8000公里，零故障。昨天有个观众说想看冷车启动，我们的试车手凌晨3点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零下5度，一把点着。那位观众还在直播间吗？麻烦扣个1。宇哥，预定又涨回来了，4000台了。前100台不卖，驾照不满1年不卖，100万公里死亡测试，你管这叫负面消息？他是拿我的刀杀我，我花钱买水军抹黑他的安全性，他直接把580KK 挂上了热搜。张宇，总有点解散到了吧？周浩，前天刚提的车，昨天晚上出的车祸。周浩，我是张宇。张总，车毁了，他们说这车直线快，我跟人在环线上飙，油门拧到底，前面突然冒出来一辆3轮，我刹了，但刹不住，撞护栏上飞出去10几米，警察说是我的全责。超速60%，驾照未满1年，保险那边说不赔。我妈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交住院押金了。你安心养伤，医疗费的事我们来想办法。张总，这又不是你们的错。宇哥，这钱怎么？先把人救了再说，还有查清楚他驾照未满1年怎么买到的车。把管理问题解决掉。陈总，查到了，前天晚上的事故骑的是580KK，叫周浩，23岁，驾照刚拿10个月，和人在环线飙车，全责。驾照不满1年，张宇不是立了规矩，驾照不满1年不卖吗？去查这条车是从哪个渠道卖出去的，如果不是官方渠道，那就是管理不善。反正不管怎样，这把刀都能捅进去。陈总，那个周浩还在医院。要不要去谈？告诉他，飞跃帮他付全部医药费，再额外给营养费，条件是让他公开说是车的问题。陈总，这我没让你伪造证据，让他说刹车失灵，让他说油门卡死。他一个23岁的年轻人撞断了腿，家里砸锅卖铁凑医药费，你以为他能？刹车到底行不行？油门卡死是真的吗？这几天的事大家都看到了，有人在网上说我们的车害了人。没错，骑我们车的人受伤了，不管他是怎么摔的，人受伤了，这是事实。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澄清的，我是来做事的。第一件事，以后张宇机车的车手出事，如果保险不赔，和保险公司打官司的官司费我们来出。我们组建法务团队，
保证每一个因正常骑行受伤的车手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如果官司打输了，赔偿金公司来付，只要你是正常驾驶。第二件事，成立车手不帮扶基金会，买车的车手可以自愿购买小额互助保险，每笔钱的支出公开透明，全部用于车手事故帮扶。不管是谁家的车，只要是娃车的，只要你在路上遇到了困难，都可以申请。这笔钱，张宇机车出第一笔，国栋重工的方董出第二笔，我张宇个人出第三笔。面对事故风波，本土机车品牌张宇机车选择用制度保障骑行者安全，而非推卸与沉默。其公开承诺的法务援助与车手帮扶基金，被业内视为一次有温度的责任承担。张总，你这样做成本很高，你怕吗？怕，但更怕没人做。宇哥，全平台预定订单爆了，好多留言说，冲着咱们这个态度，他们也愿意等。哥，华夏新闻把咱们那个基金会的公告转发了，全网都在讨论野性消费。接下来更要好好造车，保证车的质量尽可能。张宇在飞跃干了10几年，从学徒干到创始人，结果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公司，净身出户。人家自己蹲在漏雨的破厂房里，用废铁手搓发动机，硬是造出了500GG。华夏新闻都报道了。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看不仅是伯乐不常有，还是有些人眼瞎。飞跃那个陈卓把研发团队砍了，拿国外2手发动机套壳卖，现在还买水军黑张宇。一边是买办思维赚快钱，一边是从废铁里造出国货之光，高下立判。是谁他妈买的热搜？是不是张宇？是不是他买的？陈总，我查了，不是他买的，这个热搜是自然冲上去的。华夏新闻报道之后，评论区都在刷这句话，一个上午就冲到了热搜第一。他是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陈卓这个买水军阴人的阴险小人也有今天，感谢陈总当年不留之恩。陈卓这辈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张宇赶出去了，这条太损了。还有这条，人家蹲在漏雨的厂房里手搓出发动机的时候，陈卓正忙着给2手发动机玩换装游戏。宇哥，热搜第一，我们可1分钱水军没花，纯天然野生热搜，评论区的网友们有才呀！我给我爸发截图了，他回了我3个大拇指。上来怎么样？很好，全国经销商都在补货，不愁卖。宇哥，正好趁这个机会，880KK 是不是该亮相了？性能更强的版本，发动机动力再升级，车架全面优化，细节也更加完善。趁着现在的热度，直接开发布会，再给行业来一场地震。我同意，现在的热度不用，等凉了再发布，效果差10倍，这是最好的时机。880KK 先不公布。宇哥，这么好的机会，880KK 的意义不只是性能更强，它是用来征战更高赛道的。发布它的时机不是蹭热度，是在它真正证明了自己的时候。之前大众对我们的信任是用100万公里跑出来的，是我们对车手安全的承诺换来的。880AK 也得走一样的路，等它真正跑出来，再给行业一点小震撼。热度还在涨，现在开发布会正是时候。宇哥，陈卓那边的销售数据我拿到了，这个月他们的订单直接腰斩，好几个经销商已经挂出暂停合作的公告了。他越急越容易犯错。这台车准备好了吗？2台都准备好了，动力曲线、制动、胎压全部复结过，没问题。那就行。大家好，我是张宇，飞跃机车的前创始人，现在是张宇机车的负责人。很多人最近在问我，你和陈卓到底谁的车更好？我感受到了大家的好奇，其实我本人也很想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车好不好，不是靠水军吹出来的，不是靠热搜刷出来的，是靠真刀真枪跑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能证明的在赛场，不在键盘。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张宇机车的名义，向飞跃机车公开提出产品对决。就用我们的机车挑战飞跃旗下的任何一款机车，哪款由飞跃选择，场地也由飞跃选择，我亲自上。这就宣战了！我的妈，宇哥太帅了！陈总，应战吗？陈总，公关部说热度已经冲到全平台热搜第一，网友都在催我们回应。如果应战，如果不应战，全网都会说飞跃怕了张宇，一个被自己扫地出门的人公开叫板。连回都不敢回，你觉得经销商怎么想？消费者怎么想？那应战呢？迎战也是败，
不迎战也是败，是我小看张宇了。应战，选跃龙330半决赛上跑过，还能打。比赛分2场，上午1场，下午1场。场地的弯道和直道比例调得均衡些，别让他的过弯底盘再占便宜。通知研发部、技术部、车队经理还有法务团队全部来我办公室。还有，去查张宇他们住哪个酒店，查清楚，别省那点钱。陈总，您该不会是要……你说谁能赢啊？不知道，但挺有意思的。这场比赛的本质不就是曾经的张宇跟现在的张宇对打吗？跃龙330在起步阶段展现出功底，车手老李凭借老道的经验，在前3个弯道保持着大约半个车身的领先优势。从第4个弯道开始 ，500K 逐渐展现出优势，差距在弯道中被一点一点吃掉。每次出弯 500K 都更早开油，在直道上稳定的拉近与跃龙330的距离。500K 来了，以一个稳定的领先优势率先冲线。上午场。张宇机车胜 ，500K 对飞跃旗舰赢了。2个字儿，牛逼；3个字儿，真牛逼。下午继续保持上午的状态，今天就可以让陈卓把脸都丢光。下午咱们稳着跑，不给跃龙330任何机会。不过陈卓找来的车手还挺有水平的，就是车不行。晴姐，你去哪儿啊？算了，我没胃口，我去检查一下车。制动右小管被划了，这绝对是人为的，这也太下作了。苏晴，去把备用车推过来，所有连接件重新检查一遍，制动、供油、电路，每个接头都不要放过。备用车我刚检查过，制动完好，可以上。苏白，去调监控，看看那维修工是谁放进来的。宇哥，你脸色怎么这样？有点闹肚子。宇哥，那你还怎么骑？苏晴，下午场你来。我行吗？他行，之前在盘山公路用的是未完成的原型机，现在有500K 量产车，之前测试也跑了很多圈了。晴姐，你还没吃饭呢。我有浓缩葡萄糖液，能顶住。张宇跑不了，哪儿冒出来的女的？不知道啊。也好，一个女车手能翻什么天？老李下午稳着跑，赢回来。2年没用过赛车下专业赛道了，但肌肉不会忘。张宇说过，这车的后摇臂比量产车长15毫米，同样的弯道，同样的速度，后轮抓地面积比对手更大。我的过弯极限倾角也比老李更大。上来就走外线切我，你这技术这胆子在哪儿都少见。赢了，意料之中。宇哥，你们快看，刚才的直播破了平台的体育频道记录，而且苏晴，有人找你拍广告，运动品牌。下午比赛还没结束，人家就发过来了。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过了2年多，第一次觉得自己似乎不孤单。经销商退了多少？退了6成，剩下的也在观望。
说如果下个季度销量还上不来，他们也要撤。陈总，还有一件事，几个核心供应商之前跟我们签了长约的那几家，他们法务部今天早上发了函，说要重新谈合同，理由是品牌形象受损导致渠道信心不足。遭众人推啊！这一个一个的，平时跟我称兄道弟，喊的一个亲热，全他妈是放狗屁！我没有输给张宇，我输给的不是张宇，是输给我自己。当初不把他赶走，那现在这些热搜、这些销量电视的报道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真服了，天天发什么神经？张总，我们是做高性制动系统的，给好几个合资品牌供货。我们看了你们的现场产品对决直播，表现非常好。我们是做赛事运营的，国内几个大的公路赛都是我们在承办。如果张总以后有参赛计划，我们可以提供全套赛事服务。没多久前，我还在漏雨的厂房里吃盒饭，现在一堆人排着队要给我们送钱，人生好似一场梦啊！我爸说对了，这些人是冲50 ARK 来的。你们的制动系统适配过4缸大排量吗？适配过几款进口车。那可以聊。老胖，把李总引到技术部，让我们的工程师对接一下。王总，赛事运营我们现在不需要。张总，现在知名度这么高，趁热打铁跑几场商业赛，赞助商排着队，车还没跑够，等我们自己觉得准备好了再谈比赛。王总，这边请。这几家可以对接，其余的帮我婉拒。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嫌合作太多的人。不是嫌多，机车又不是手机壳，不是贴个牌就能卖。我们还是先以造车为主，跟造车无关的合作做了只会分心。刘洋，前飞跃机车动力部工程师。是的，我是跟张总同一批进飞跃的。后来陈卓把研发砍了，我被调去2年质检。上个月看了那场直播后，就想能不能加入你们。我记得你，当时飞跃的进气吸管涡流模拟是你做的。张总，你还记得？记得，你有参与过张宇机车的100万公里测试，那些公开数据你看了吗？看了，每一期的直播和后台数据我都追了，缸头温度曲线、油压稳定性，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安排到动力部，跟着老胖先熟悉1个月。谢谢张总赏识，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宇哥，这个月光工程师就新了好几个了，再加上之前来的飞跃跳槽人员和几个职业技师，我们现在的人才储备应该够用了。人才怎么都不嫌多。不回去休息。现在的动力输出曲线还不够平顺，6000转到8000转之间有迟滞，进气系统需要重新设计。宇哥，
你要的进气系统流体模拟结果出来了，加长3毫米，涡流强度提升12%，但高转速段还是不够。明天重新做一组，管径加粗2毫米，长度不变。如果涡流强度能稳定在15以上，6000转的迟滞应该能消除。宇哥，网上那些热搜都散得差不多了，几周前全网都在讨论我们，现在连那个千里马梗都没人刷了，你会不会有点失落？我看是你小子失落吧，没瓜可吃了。热度本来就是一阵风，风来了猪都能飞，风停了还在天上的才是鸟。820KK 的发动机是我5年前在飞跃的旧厂房里画的第一根线，那时候没有国栋的投资，没有这些设备，没有人看好，我就自己画、自己算、自己焊。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更没有理由做不好。国内市场我们占比够了，但在国外的知名度还不行。我要把820KK 做到我能做到的极致，咱们得先在这站稳脚跟，然后去更广阔的舞台，和外面真正厉害的对手正面碰一碰。宇哥说的对，咱们的舞台更大，才没空跟陈卓那损子瞎掰了。奥利给！从湘西的泥巴路到城郊的盘山公路，所有走过的路都在为以后做准备。但如果世界看不到我们国产的车，那真是令人遗憾。要把车骑出去，让所有人都听见华夏引擎的声音。各位，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件事要宣布，我们决定正式报名参加明年的 WP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华夏国组队，华夏车手，华夏造的发动机，华夏造的车。我操，张宇疯了 ！WK 那可是世界最顶级的摩托车赛事，人家日本4大厂跑了几十年了。勇气可嘉，但现实残酷，能去就是胜利。你想清楚了 ，WTK 不是盘山公路，也不是跟陈卓那种货色玩的过家家。你面对的是老厂牌，他们的赛车部门比你的公司存在的时间还长。想清楚了。今天弹幕很热闹，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我念几条。这位网友说：“张宇，你拿什么跟人家拼？人家一台赛车的研发预算够你们全公司吃10年。”他说的对，预算确实没法比，但预算不是唯一的变量。我们这台发动机参数是我们经过无数次实践的，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唯一标准给了我们团队信心。那另一位网友说：“能去就是胜利，反正也是陪跑，几十年后总会赢的。”陪跑，如果只是为了去赛道上跑一圈，告诉全世界我们来过了，那我不会去。我去是为了赢，不是这一届就是下一届，但绝不是几十年后。这话听着硬气，但硬气能当饭吃吗？支持张宇，期望值放低一点，能进前10就是超预期了。中鹏特饮，我觉得中鹏特饮应该投一下，跟陈牛对砍。有网友说让中鹏特饮赞助你们，跟程牛对砍，这条热度挺高的，不过应该是开玩笑。网友比我会拉赞助。宇哥，刚才那念评论的直播你看了没？中鹏特饮那条被顶到了热评第1，他们官号还真在那条底下回复了安排。开玩笑吧，跟程牛对砍，何况 WPK 这种级别的赛事。张总您好，我是中鹏特饮市场部赵明。我们看到了张总宣布征战堆 BK 的新闻，也看到了网上那条关于我们和程牛的评论。实话说，那条确实是网友开玩笑，但公司内部讨论之后觉得玩笑归玩笑，这个赛事我们能出份力，不是自助车队的冠名权，我们出不起程牛那种量级的价目，但我们想用另一种方式支持。投资这场比赛100万不多，对外就寓意100分。支持华夏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上拿到属于自己的100分，居然有点感动。100万在 WDK 这种级别的赛事里不算很大，但100分这个寓意我很感谢，就是冲着这个寓意来的。我们之前也看过你们的100万公里测试直播，看你们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创始人亲自下场跑，公司承诺给车手兜底，还在行业率先成立基金会，这些事儿让我们觉得这比花大价钱买黄金广告位更能传递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一个用心造车的华夏机车品牌和一个用心做事的华夏饮料品牌出发点是一样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张总，期待张宇机车的表现。网上还是说我们会垫底的多，觉得我们这一去也就是陪跑。陪跑也是一种跑法。10几年前我摔在湘西那条泥巴路上，满脸是血。你怎么说的？我说年轻时不拼，老了一定会后悔。10几年后我还是这句话，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华夏人能不能站在世界赛场的领奖台上？是啊，能让全世界在赛场看到我们的车就很好了。新赛季技术规则修订提案，鉴于近期多起排量超标引发的安全隐患，组委会建议对参赛车辆的最大排量进行重新审核。提案建议，新赛季参赛车辆排量上限调整为原标准的90%，820cc 变成738cc。我们的发动机整个进气系统刚劲行程比 ECU 标定全部要推翻重做。这是组委会认真考虑后的结果，你们接受吗？不接受可以退赛，参加下一次也是有机会的。不，就这次，张宇机车奉陪到底，不管排量怎么改，我们的车改，排量从头设计，进气系统重做 ，ECU 重新标定。缸径行程比一改，整个缸体模具都要重做。数控气床的内存最多存3组道路参数，现在已经是满的了，要么删掉一组旧的，要么一组一组手动输，就剩11周了。真的要删掉吗？没办法恢复数据的。删了，那个是旧的50/RR 参数，现在用不上。狗径加速2毫米，货流强度上去了，但高转速段还是达不到目标值。缩短3毫米和狗径加速同步改。今天晚上把新的模拟结果跑出来，明天早上上测试台。大家先吃饭吧，趁着饭还热。来了，晴姐。希望这场比赛不要。这次发动机缸盖上多了一道手工打磨的进气补偿槽，排气管比原版更粗。进气、供油、点火、制动、胎压全部在线，数据回传正常。从现在开始，每一圈的数据都会实时记录，任何参数超出偏差范围都会标红。车子在赛道上会很猛，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胃药给你备用。好的，张总。在第一个弯道入口，制动点比500RS 的标定极限晚了整整几米。弯中最低速比上一版快了，出弯加速 G 值破纪录了，牛逼啊！我们改出来了，实时数据出来了，破纪录！奶奶的，今晚老子要吃红烧肉！各位，今天宣布一件事。张宇机车参加 WK 的车手人选已经确定，苏晴女士将代表我们车队驾驶 880KK 征战新赛季。苏晴，前全国锦标汽车手，近3年没有正式比赛记录，最后一场比赛的结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DNF。张总，你们选择他是基于什么考虑？3年前那场比赛，他在最后一个弯道因为赛道异物导致失控，但那是曾经。现在的他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想他的汗水不会白流。苏晴小姐，你对这次比赛有什么期望？外界普遍认为张宇机车在 WBK 上进入决赛就算成功，你觉得自己能胜任吗？期望不是我应该在这里用嘴说的，赛场会证明一切。女车手跑 WBK， 开玩笑吧？苏晴，就是那个撞车退赛消失好几年的，这女的自己都跑不完吧？你们查查她以前的战绩，被资本雪藏的废物车手罢了。张宇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这些人太过分了，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就在网上胡说。苏晴怎么样？他们懂什么？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我当初签下你是因为你的技术和经验，但这次公开把你推到有这么大争议的地方，这件事我有责任，我该考虑更周全一些。张宇，之前我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每天吃外卖，看电视上别人的比赛回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后来阿坤来敲门，说陪这台废铁拼出来的原型车在山上把改装组的川崎都切了。我想去山上试试，但是当时有些害怕。这2年日子过得窝囊，唯一的好处就是该怕的都怕过了。我感激你们的信任，我也相信我们的车。至于那些质疑，我不需要所有人的认可，一个都不需要。我会用赛道上的成绩让他们看清楚他们今天看错的是什么。张宇啊，张宇，你在造车上赢了我，在市场上赢了我，到头来还是要在赛道上栽，不是栽在车上，是栽在你用人上。当初在飞跃的时候你就这样，觉得谁有热情谁就能成事，热情能当饭吃。世界顶级赛事是给有实力的人准备的，不是给废物准备的。这些人以前只在电视转播里见过，现在我坐在他们旁边。赛道比国内专业赛道宽了一半，弯道弧度完全不同，练习赛只跑过几次，对路线的熟悉程度跟其他人根本不在一个级别。选择最外侧的保守路线吧，避开拥堵区。
中国车手苏晴选择了安全路线通过第一弯，但在 WPK 这个级别，保守往往意味着交出主动权。880KK 直道上的表现依然亮眼，但每到弯道，苏晴的入弯点总是比最佳路线稍早一些。有几台车趁这个空定切进内线超过了他，能看出他正在适应这条赛道的节奏。但 880KK 的直道加速能力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最后一圈了，倒数第3个弯道必须过好，走外线。进了就好，进了就还能折腾。P39，这个成绩，对不起你们的辛苦。回头看重播。第3个弯道，你入弯点提前了2米，前轮压到外缘的白线上，轮胎抓地力不够。后6圈你的走线越来越贴近内最后的倒数2线，圈怎么样？但过中段的时候，出弯数据和过弯重心都好了很多。前面太想按照练习赛的节奏跑了，但他们一挤就慌了，后半程才找到感觉。正常，飞回去备战下一场。39还不如让张宇自己上镜，这速度跟老太太过马路似的。国产之光就这。理性分析 P39的含金量，至少他完赛了。这是华夏队第一次站在 WKK 的赛道上，完赛本身就是突破，进步总有过程。当年我们也觉得原子。今天我才明白，我以前根本没有看出这道裂纹的意义是什么。它烙印了一段失败的过去。但坐在 820RRRS 上的那一刻，我发现能证明成功失败的从来不是这道裂纹，是我双手握紧车把的那一刻。看来不需要我的安慰了，他很坚强。这个赛道比上一站短，弯道更多。路线前几天反复研究过，直道依然是我的优势，但弯道不能再用适应2个字给自己找借口。第一弯，不能再像上一场那样缩在外线，要切入中间路线。华夏车手苏晴第一弯走中线，比上一场果断得多。在内线了，我要咬住前面2台车。他在弯道里还有些保留，但出弯的速度正在变快。第9圈，苏晴追到了第17位，超了，现在是第17，不能再冒险，先守住位置。P17进中间。最快全速比练习赛快了 0.6秒。P17，华夏车手苏晴在第2站的表现令人惊喜，成功进入下一场。中间名次，回去了，看对手数据。这一场你的入弯点比揭幕场调整了很多，最后一个弯汇率峰值比上一场低，状态的把控比上一次好，继续保持。领奖台离我们还远，但每跑一场都是在往前追。P17比上一场好了太多。苏晴状态在回升，820RRS 的直道能力是真的强。理性一点，拿到中等靠前的名次，或许有可能。领奖台别想。谁敢想象2年前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赛道上超雅马哈的卫星车。P17就满足了，跟真正顶尖的厂牌比，你们的机车团队车手每一项都差着好几个等级，还幻想着站上领奖台，别做梦了。这不是那个买水军黑张宇的陈卓吗？苏晴状态在回升，820RRS 的直道能力是真的强。理性一点，拿到中等靠前的名次，或许有可能。领奖台别想。谁敢想象2年前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赛道上超雅马哈的卫星车？你们这群外……这一场是3站里赛道最长的一站，弯道多，路面有起伏，前2场的节奏不能照搬，每个弯都得重新找点。前半段必须咬住中间的车尾，糟了，刹车点比预判晚了小半米，稳住，苏晴。华夏
下车手苏晴起步反应不错，但第一弯刹车点稍微晚了一点，走线受到影响。他正在调整，没有被带乱节奏。换挡节奏有问题，得调整。这是苏晴今天第2次小失误，换挡时机在这个连续弯里非常关键。他丢掉了原本可以守住的位置，现在排在第26位，留给他追赶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今天唯一一台进入总决赛的华夏国赛车。今天苏晴的小失误确实多了一些，和他在第2站的亮眼表现相比有所回落。但重要的是，他还在赛场上，还有总决赛的机会。吓死我了，差点就要打到回府了。不错，好歹进了总决赛，接下来的这场仗更难打。20倒数第一进的，这下现原形了。上一场果然是运气好，总决赛垫底预定，第一次参赛能进总决赛也不错了。总决赛别倒数第一就行，要求不高。上次进步只是运气好，连续2次倒数才是他本来的实力。从机车到团队到车手，没有一项能跟真正的厂牌比。没人觉得华夏队能进前20，其实也还可以，希望总决赛能稳定发挥。本来也不敢想领奖台的事儿，能完赛就是胜利。切，等着总决赛丢人吧。是我们车子的问题吗？还是调教哪里不对？第5圈入弯的时候，刹车压力调得偏高了半格。我刚入弯前轮就开始打滑，没敢继续推，后面自己节奏就乱了一阵儿。调整回来之后，最后的好几圈数据其实还行，等下看看录像复盘一下。原本以为他会沮丧，但他没有。第13圈换挡延迟不是变速箱的问题，当时前面有一段起伏路面，你的转速掉得快，左手切挡的时机受了影响。那个连续下坡段，我太想利用发动机质量车减速，反而没配合好油门的衔接。总决赛的场地拿到了，我对比了前3站的数据，这条赛道比之前都短，更特殊的是弯道总数比前面几场都要少，而且最后的冲线直道比第2站的直道还长。直拖长意味着到了最后阶段有足够加速的空间。我们的发动机在高转区间有优势，排量限制对所有车都是同一个规则。但如果能减少弯道中的失误，紧跟前车进入最后的直道，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最后直道之前有3个连续中速弯，那里不能丢位置，入弯节奏要稳。只要出最后一个弯的时候还咬着前面的几台车，我们的发动机就不会在直道上吃亏。苏晴，前面几场已经跑过几10个弯道了，赛道上的对手你已经交手过，数据够用了。总决赛按你习惯的节奏来。最后一条直道，我等他。前3站该犯的错都犯过了，起步晚了半米会丢几个位置，换挡节奏乱了怎么找回来？起伏路面怎么配合油门？全记在骨头里了。这条赛道弯道少，最后直头长，只要弯道不丢位置，直道就是880KK 的主场。第1弯，选择了中间偏外的保守路线，避开弯心拥堵区。华夏车手苏晴第1弯依然选择了安全路线，和前3站的声测相比，这一场他的起步松弛了很多，不是慢，是有把握。苏晴的走线和前几场完全不同，紧凑从容，一直咬着领先集团的后段，他完全跟得上。抓住此刻！第12弯外线超2台，苏晴现在的位置是第4。苏晴选手进步的不可置信。
晴姐太牛了，女王，完全女王！各位观众，现在排在第3名的是华夏国车手苏晴，这是华夏国赛车在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上从未到达过的位置。只要守住最后几个弯和那条长直路，历史就在眼前。华夏队将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最后3个弯，苏晴追到第3，距离第2名不远了，还有机会。走外线，稳定起见。他在逼他，不是硬超，是用走线和引擎一点一点蚕食距离。好机会。第2，苏晴现在第2，最后一条长长的直道。最后一条直道，我等了他很久了。他在直道上生吃3川长队，他做到了。华夏队做到了！第一次参加 WBK， 用一台自己造的发动机，从一个不被所有人看好的位置，在最后一条直道上碾压了所有对手。苏晴 P1。我说了，赛场会证明一切。华夏机车就是牛。我终于看到了，这辈子拼过了，也得到了，不白活一场。哭了！华夏车队牛逼！10几岁就热爱摩托车。苏晴，泪目。所有的数字都与我无关了。张总，恭喜你们！今天全网都在谈论你们的故事。一个10几岁就热爱摩托、热爱赛车的少年，如今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你想对正在看这场直播的观众说什么？我想说，只要有梦就去追，像我一样。我14岁辍学修车，37岁离开自己创立的公司，没有钱，没有厂房，只有一张图纸和一把骨头。20年前，我站在湘西一条泥巴路上，被记者问我失败了怎么办。我说年轻时不拼，老了一定会后悔。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看这场直播的人，哪怕起点再低，只要热爱足够滚烫，普通人也能站上世界之巅。这不是一句好听的话，这是我真实走过的路。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